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各位，我求婚成功了！恭喜你们！恭喜啦！哇，恭喜你啦！戒指好漂亮，祝你们永远幸福恩爱。戒指再漂亮，也没有我的未婚妻漂亮。不好意思啦。我说的是真心的啊。哎，Number One 啊，跟宝玉结婚之后呢，就要好好对待他，不要再闹失踪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之前是我太幼稚，所以才让我的宝贝失望。不过现在的 Number One 已经跟以前的 Number One 不一样了，所以只会有 one time， 不会有 second time。有 C 吗？拿？沈宝友，你放心，我们这边都可以帮你作证，他是跑不掉的。哎，文炳，你们也可以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跟任品只是朋友。好啦，别再聊了，各自回去工作吧。这个可以了。保佑，沈宝旺最近有几栋政府组屋刚满5年 MOP， 你要陪我一起去看，有屋主想要卖吗？今天不行哎，Mr. 快太难伺候了，我真的不能陪你去。没事，那我自己去吧。静静，不如我陪你去吧。不用麻烦你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不麻烦啊，反正我今天也是没有预约。你应该有其他工作要做吧？哈。没有了，我的工作其实都已经处理得七七八八了。我陪你去吧。再说我有车比较方便。你不是要存钱吗？现在有免费 driver， 不用白不用。是了。我考虑到其他的 agent 应该已经开始行动了，只有你一个人的话，肯定比他们慢。2个人效率比较高嘛。如果一不小心关上整座城市的灯光，是否有个地方照亮心房？这里有闪你目光和温暖的肩膀，还有静静，我买了水。下。谢谢。你穿 jacket 应该很热吧？还好我带了这个小风扇。没事，你自己吹吧。那如果你累了，我可以帮你分传单，你去休息吧。我不累。其实我们应该继续分头行动，这样会比较快哈。这样的话，那我们等一下一起吃午餐吗？我带了面包。面包哪里够？我知道这里附近有一个很好吃的餐厅，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吃吧。谢谢，可是真的没关系。我已经带了面包了，如果不吃太浪费。你自己去吧。巧娟，丽敏姐，好久不见。你来新加坡怎么没通知我啊？哎，你的脚怎么了？受伤啊？不是，我患有肌肉有收症，所以呢需要靠拐杖才能走路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都没听你说啊？跟你说了，只会让你担心。其实我已经调试好心情，没事的。丽敏姐，没事，真的没事，不用担心，真的。也不知道能送你什么，就想说买一些保健品。听说这个牌子不错。你怎么那么客气呢？谢谢你。其实这次我是临时回来新加坡的，我有一些事情要找你。丽敏，不好意思，你有客户啊？哦，不是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
她叫巧娟，也是我的干妹妹。这位呢是 Andy， 是88 Home 的房屋经纪，我认识很久的朋友，以前我们是同事。你好。你好。没想到你还有位干妹妹。啊，是啊，10几年前她从印尼来新加坡的时候，她的房子也是我帮她找的。除了帮我找房子，丽明姐也帮了我很多，她把我当亲妹妹一样照顾，所以就认了她做干姐姐。那你们的缘分还挺深的。我回印尼之后都一直还有保持联络。丽明姐啊，我在新加坡继承的房产出了一点问题，我想咨询你。你没有重要事要谈，我先离开了。Andy， 你之前不是参与过类似这样的 case， 或许能听听他的意见，你不介意让他加入吧？哦，好。你有空吗？我爸去年过世之后，除了印尼的一些资产，也把5级芝麻的一座商业大厦 Tall Building 留给了我和我哥，我们各自拥有1半的所有权。Tall Building， 我听说最近有个发展商想要收购这栋大楼。问题是我想卖，我哥不肯，所以一直谈不拢。丽明姐，我想问你，我可不可以先把我的那一半卖给发展商，然后再由他们自己去跟我哥收购另外1半？就算他们拥有你那一半，但是他们还是不能重建整栋建筑，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利益可言，他们是不会答应的。就算他们真的答应，一定会压价，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。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吗？我想了解一下，你的哥哥为什么不愿意卖呢？我爸的遗愿是要我们5-5平分，可是我哥要6-4分。我不愿意妥协，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我爸的最后尊重。这就是跟利益有关。你可以尝试跟发展商要求提高收购价，再不然你可以跟他们要求给你们额外的优惠。要是发展商将来会把 Tall Building 改建成公寓，你就可以要求发展商以特惠价各自卖1个单位给你们，等物价涨了之后再转卖，就可以赚取中间的利益差价。这样做的话，就相等于变相提高收购价，或许你哥哥会接受呢。这些房地产的东西我一窍不通，怎么跟他谈？放心，我陪你一起去。那我约好了见面时间，再来通知你。我等你电话啊。好了，你不用送我了。你呀，不要太累，好好照顾自己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小心点啊。拜拜。拜拜。谢谢你。拜拜。拜拜。一家人啊，要做到家和万事兴还真不容易。只要涉及到利益的问题，最后还是会撕破脸的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利益才是最重要的，不光是钱。有很多事情都会成为亲人之间关系破裂的导火线。我哥的死，就是导致我跟我母亲关系不好的最重要的原因。怎么说呢？当时我哥病危入院，我当时在国外，赶不及回来把器官捐给他，错过了黄金时间，结果他就这样死了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妈怪我一辈子。那这些年你一定过得很辛苦吧？我哥一直是我妈的骄傲，而我呢，只会让她失望。不要谈这些不开心的事了。其实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有事情想要告诉你的。帮我找投资的事啊？没错，我跟公司的高层谈过了，他们都对你的项目不感兴趣。明白，毕竟不是个大 project。不过呢，我最近联络了几位朋友，他们都对你的项目非常有兴趣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那我跟你安排和他们见面。好，谢谢你啦。静静，我去附近打包了日本便当，我们一起吃吧。你买给你自己就好了，你为什么还买那么多？你只吃面包，很快就会饿的，拿去吃吧。其实你不用在这里陪我一起吃。你不像我，不用省吃俭用，
你可以去餐厅吹冷气，吃好料。我在这里也很享受啊。满头大汗的叫享受。一个人吃饭多无聊啊，在这里还可以陪你一起吃，流一点汗不算什么。任凭，我是认真的，你不用为了我而改变或委屈你自己。我也是认真的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委屈。我愿意为我在意的人做任何事。又是这一间。什么事啊？刚刚有个游客从那间屋子出来，现在有多一个。Hi, excuse me. Are you the owner of this place? No. Do you know the owner personally? I'm just here for a few days. Oh, you're a tourist. Yeah. All right, I'll see you. 我怀疑这个单位的屋主在旅游网站进行短期出租。那不是犯法的吗？只要没有人举报，其实很难发现的。两位好，感谢你们愿意过来。今天把两位找来的主要原因是想跟你们谈一谈 Toll Building 的事情。还有什么好谈的？如果不接受我条件，讲多了也是废话。哥，我们应该尊重爸的遗愿。你少来了，你跟你妈一样，都是为了钱才跟我爸在一起的。你这么说对我很不公平。爸病得最重的最后几年，都是我和妈在照顾他的。你有来探望他几次？人都已经死了，你要说什么都可以。你也少在那边装孝顺了。我看你眼里就只有爸的财产。杜先生，怎么说她也是你妹妹 ？Sorry， 她是小三的女儿，不要把我们混为一谈。杜先生，杜小姐，你们的家事我不方便多说，不过你们可以先听我分析一下好不好？其实 Toll Building 已经很旧了，出租率一年比一年低，回报率也不高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接受我们的收购，答应你们，等新大楼建好之后，我们这里会让你们以优惠价各自购买一个单位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他凭什么跟我有一样的优惠啊？我是不会跟他平分的，这个优惠本来就只属于我的。乔娟，反正你不打算在新加坡置产或常住，你不需要这个优惠，就让给你哥哥吧。Dylan， 我的优惠单位可以转让给我哥哥吗？你现在是在施舍我，我不稀罕，我有的是钱。总之呢，所有的资产都60分账，不然的话，我是不会罢休的。哥，这杜先生还蛮难搞的，挺固执的，看来你要头疼了。这个收购案啊，拖了这么久，再谈不成，我老板要拿我来开刀了。哎，丽敏啊，既然你跟杜小姐是朋友，不如你再尝试去劝劝她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都好，只要能谈成这个收购，我会跟我老板要求额外给你一笔酬劳。我可以知道大概是多少吗？Well， 这是一笔很大的交易，如果谈成的话，我们这里可以分给你至少300万。哇，实在好笑，终于要正式开张喽！小 boss， 这次真的可以看得出你很用心。郝老板，你之前不是说不想做吗？为什么又决定开店？哎呀，就觉得有个副业也不错啊，而且推广脱口秀一向来都是我的梦想啊。其实你是不想辜负某人的好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会弹钢琴的那个人啊？啊，没想到小 boss 那么浪漫。
哎呀，都几岁了，还谈什么浪漫？我现在呢，只想把脱口秀搞好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你想怎么推广脱口秀，吸引更多顾客呢？哦，我打算暂时先办一个 open mic， 让所有有兴趣的表演者来表演。至于其他推广的方法，暂时还没想到。没有详细的规划，那万一生意做不起来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我这个 boss 虽然没什么优点，也没有笑点，但是天生好命，女人缘特别好。每次遇到难关，就有一个女人出现来帮助她的。哎呀，有很多事想再多也没用的，就顺其自然，到时自然会好的啦。做生意不能太随心所欲，既然花这么多心思把咖啡做起来，就要用心努力的去做，证明给雨露看，你是有诚意把它追回来的啊。感情的事随缘啦，现在我只想专心搞好推广脱口秀的事，至于其他的，Number One， 好运装修那边的工作靠你啦。我还有选择吗？把握在我身上，谁叫我们都是志同道合，可以为爱壮烈牺牲的人。哇！我答应过宝贝不能这么肉麻的。我是说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，使命必达。감사합니다。哎呀，累死了！我这辈子啊，从来没这么忙过。哎呀，骨头都快散了。人家是先苦后甜，你呢是倒过来的，老了才体会到工作的辛苦。是啊，看来躺平的人生离我越来越远了。不管再怎么辛苦，都不可以放弃的啊。丽敏啊，谢谢你啊，多亏你这段日子的帮忙。一想到实在好笑，真的要开张了，我就有点紧张。那开张那一天，你会叫雨柔来吗？我有想过，可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来。怎么说，他也是半个老板，不来说不过去吧？当初他顶下这间店，就一次过付了1年的租金，之后就没有再插手了。我想他应该不知道我筹备开店的事啦。你什么都不说，那他又怎么知道你的付出啊？ Hello， 雨柔，猜猜我在哪里 ？Surprise！ 嘿，是的，我们的店装潢都快弄好喽，跟你想象中的一样吗？哇，我终于就快完成我们2个说好的目标了。这间 cafe 就快开张喽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实在好笑。嘿嘿，怎么样？这个名字 OK 吗？ 嘿，你也知道，我最拿手的就是谐音梗了。我的谐音梗也只有你每次听了会笑。嘿，希望这间 cafe 呢，以后每天都带给你欢乐。开张那一天，你一定要来哦。实在好笑，有你才好。拜拜。哎呦，我在说什么啊？会不会很无聊啊？哎，我拍都拍了，死就死了。嘿。 哎，找到了 Super Host Cozy Apartment Room by B。哇，一个晚上还要200块，也不是很便宜啊。你们看下面的 reviews， 真的很多游客住过。看来这个屋主真的是把房子出租给游客当民宿。可是 URA 规定，屋主是不允许把房子短期出租给旅客的，这样是犯法的。我们要不要去报警？可是现在都没有明确的证据。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把屋主引出来。你要假冒旅客来预定这个地方？你也想到了？哇，你们真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哦，有那种情侣侦探的感觉。如果这样都不能在一起了，那就真的太可惜了。晶晶，真爱一旦错过，不一定就能再找回来的哦。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这么幸运。 够了，不要害我是在帮你 ，OK？ 你少说2句才是在帮我。
看来屋主很谨慎，本人不出面，只把门卡放在信箱里，而且还要你在最少人进出的时候 check in， 应该是不要引起邻居的怀疑。他那么小心，我们要怎样引他出来？我们找一找房子有什么设备需要紧急处理的，这样子就可以叫屋主亲自过来解决。怎么了？哦，你全身都湿了，我去拿毛巾。哎呦，哇，真的很湿哦！来来来。好，我自己来就行了，谢谢。哦，好。OK， 找到理由了，联系屋主吧。